一个美女，我可以走99步，你只要走1步就好。我好爱程潇啊，她给了我好多。安达小可妹，她简直就是值得我学习的榜样。神剧亮了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谭松韵。和我们分享一下，你眼中程潇是什么样的角色呢？我眼中的程潇是一个很勇敢，也很坚定的一个女生，一个美女。这次你诠释的角色是飞行员，对于程潇来说，飞行的意义是什么呢？飞行对于程潇来说，我觉得就是她生命了。他把飞行就看作是自己的生命一样去对待的。他从货运部转到客运部，因为货运部不像客运部那么的严谨，再加上程潇的性格又是属于很自由自在，然后很向往这种无拘无束的，所以当他到客运部的时候，可能条条框框相对于他来讲会比较多，他有点不适应，他就觉得我这样也不会影响到我飞行，为什么一定要让我这样？然后在客运部跟同事相处，还有跟顾南亭相处下来，然后一起再遇到一些事情，他觉得他们的这些所谓的很严谨的条条框框是对的，因为飞行最重要的是要保证乘客的安全，在安全上面是不能有一点忽略的。和我们聊一聊你眼中程潇的成长和变化吧。他从一个货运部的副驾驶，最后到了客运部的机长，受过很多挫折。他有一点特别棒，他从哪儿跌倒，他就能从哪儿站起来。比如说，他中途有一段时间是到了地勤部，你说让一个飞行员去地勤部工作，那完全是两种性质，感觉自己受到了一点侮辱。但是后来他就把所有的这些足险都当成是一种考验。你们想让我打趴下我，那我告诉你不会。就算我做地勤，我也要做到最好。我总有一天我会回到飞行部的岗位。在诠释程潇的过程中，有没有你和他非常有共鸣的时刻呢？我跟他的共同点不是太多，但是有一个我觉得是非常明显的，就是我们的对手只有自己。比如说刚开始培训，他的能力和成绩已经达标了，因为女生的体力可能没有男生好，但是他做到了在男孩和女孩一起的时候，他能拿到第一，体能和任何的专业技能，这就是在跟自己较劲。明明都可以了，但是他就要做到最好。谭松韵本人在工作和生活当中也是这样的吗？我就是会比较较劲，但是那个较劲吧，跟程潇还不太一样。他是属于拼劲儿特别足，我要在我的能力范围之内做到最好。如果我不知道什么是最好也就罢了，但我知道明明可以更好，如果没有去做到更好，我就会非常难受。演程潇这个角色对于你的意义是什么呢？我好爱程潇啊，他给了我好多，就是可能在我很潜在才会有的一些东西都给挖掘出来了。就比如说他的勇敢，他的自信，因为都知道我以前是一个不太自信的，但是程潇是打心底里非常自信的一个女孩，然后跟他认识相处，然后结合起来以后，慢慢的我自己好像也变得很自信了。印象很深刻的有一场戏，当时我看剧本的时候，我就觉得特别燃，就是他在一个大会堂里，一个人叨说了好长一篇话，澄清自己的谣言，说我靠潜规则上位。这是我大学毕业到货运部，再到客运部以后所有的履历，每次考核的分数都是铁打的。问我靠谁上位，我告诉你，靠实力。因为大家有传他被潜规则啊，你是靠谁上位啊，怎么样？程潇就把自己所有的履历拿出来告诉你们，你们要问我靠谁上位，那我告诉你，我是靠实力。你会觉得哇塞，真很棒。程潇会不会一心扑在事业上，在感情方面没有那么擅长呢？没有哦，程潇他在感情上绝了，我跟你讲，他简直就是值得我学习的榜样。刚开始看到剧本的时候，我就说哇塞，他太会了，就是他在撩男主啊，或者是主动的去做一些事情。我就想，是可以这样的吗？我说男女之间，还可以这样的。对，他可以很主动的问你和另一个女孩是什么关系，你喜欢她吗？然后他就一步一步的去逼近她。我可以走99步，
你只要走一步就好，总有一天你会过来的。有没有你心里面程潇的高光时刻呢？还有就是他在飞行过程当中，我每次看一些我们的素材，看到飞行部分的时候，都特别燃。他对于突发状况的处理，心态都是非常稳的。他有这个实力，所以遇到任何问题，他都可以迎刃而解。程潇在剧中走路带风是你的小设计吗？其实走路带风不是刻意设计的，就好像你只要是那个人物，你就会这么走。程潇绝对不可能就是慢悠悠的，然后特淑女的，然后这样高跟鞋的去走，一定是风风火火的。之前有拿到白玉兰奖的提名，在演戏方面有自己的小目标吗？其实我在演戏上一直立的目标都一样，就是把当下的角色完成好。之前经常在微博上分享美食，你是一个美食安利达人吗？就是我会推荐和提议很多美食，会是这种，我有什么好吃的啊，这个特别好吃，你一定要去尝，这个好吃哪天我们去啊，就这种的，大家都很相信我的对于这个美食的判断。那有没有安利失败的时候呢？有，就是我记得那会儿拍那个《因为有家》的时候，因为是一部农村戏，我们在农村里就没有大城市的美食这么丰富。有一次朋友给我推荐了一个什么蟹肉棒，还是那种真空包装的，然后我就觉得哇，好好吃。然后有一天有个朋友来探班，我说我给你吃一个特别特别好吃的东西，一给他，人家一尝，就这。你现在怎么了？是没有吃到好吃的吗？因为我可能太久没有吃好吃的了，因为我要减肥，所以一进组我就不能吃好吃的了。每天都是什么健康营养餐这样，这个角色你不能太胖。本来我就是属于脸就容易肉肉的，尝试了各式各样的减肥方法。有看到你在微博上分享的酸奶盒子，那是我助理做的，他也就这个作品能拿得出手，做的很好吃。现在的你是更喜欢独处的状态，还是喜欢跟大家一起狂欢呢？看心情。生活里面什么样的事物会让你感到放松呢？音乐，还有厕所。厕所会很放松，音乐会很安心。所以最近你还会经常在厕所思考人生吗？对不起，笑大了。现在不太会在厕所思考人生，但是思考人生好像现在哪儿都可以思考了。最近还在坚持摄影吗？有拍到满意的作品吗？就是一直就很喜欢，而且这个东西是没有尽头的，因为新鲜的事物、美好的事物随时随地都有，只要你去发现。有没有想过办一个摄影展呢？有想过，但是就觉得差得远，就是不太好意思。你一个业余的爱好者，当然，如果有一天我觉得我的累积够多的话，说不定就办了。那你会给他想一个什么样的主题呢？谭松韵的摄影展，不行，太正式了，不是我的风格，没想好，回头想想。之前你说过一句话，你要相信你是可爱的，会有人爱你的。现在还是一样的想法吗？还和那会儿一样啊，它不仅仅在于外表，也不仅仅在于你某个行为，是一个从内到外很整体、很完整的可爱。你还记得自己以前的网名吗？叫啥？安达小可妹，就是瞎起的。首先那个小可妹是，觉得可这个字儿特别好，就是很可人，就是各方面都很可，就是小可妹。然后就觉得缺了点东西，然后安达就突发奇想想出来的一个复姓。这集上线之后，有没有什么内心的小期待呢？没有，这种事情我是从来不会去抱有期待的。如果有惊喜的话，我自己会很开心。那如果没有惊喜，我也不会觉得很那啥。如果你期望值特别特别高，就反而容易有一种落差感。然后对于程潇来讲，就是他的世界会一直充满着激情和阳光，希望你永远自由自在、无拘无束。我也希望你留给我的那一份自信和勇敢，我能够抓住它久一点，或者是永远。今年最想去实践的事情是什么呢？哎呀，其实一直想要去旅游，一直都想的，这个是。最想对喜欢你的观众朋友们说的一句话是什么呢？我觉得你们会喜欢的，肖姐 YYDS。
如何每周三准时 get 神剧亮了最新节目呢？打开爱奇艺 APP 搜索神剧亮了官方，一键订阅或扫描二维码关注爱奇艺电视剧微博、微信公众号，掌握最新剧透，追剧不再 lay back。